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因为这就是一块殊胜的应许之地。地球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执行初二的星球神仙 Lifeboat 系列第14集，我是播报员执行。这集我们来聊一聊新地球能量中心药师佛居士林道场。为什么说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成为新地球的能量中心呢？首先我们得追溯到2020年，在之前节目《地球已经扬升到五维 and you》这集当中，我们谈到地球在2020年12月21日已经全面扬升至五维。而在五维新地球里，首先迎来的是黄金千年。黄金千年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功德量，一个是能量。恰恰好，这黄金千年的功德量与能量都与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集执行索性就从功德量、能量的角度切入，探讨新地球与药师佛居士林道场的密切关系。一、创造新地球功德量。在宇宙当中，星球在运行，宇宙在运行。功德量和能量是很重要的动因，而功德量与能量在意义上不同。打个比方，功德量有点像是一个人的福报，能量有点像是这个人可使用的财产。也就是因为这个人先有一定程度的福报，因此才有一定额度的财产可供使用，所以可以说是由功德量支撑着能量。但是地球现今的科学家目前只能认识到能量，似乎还没有办法理解到功德量。由于只认识到其中一项，所以还未能了解宇宙运行的真相。而新地球要能顺利运行，首先要有足够的功德量作为支撑。至于这运转地球的主要功德量从何而来，就与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救世主王才揭示，功德量的创造是层层重光众神尊的参战。药师佛居士林道场的成立，让众神参战名正言顺，师出有名。道场更是场场备食物，鲜花素果，答谢众神尊。地球能度过末日危机，有机缘迎来黄金千年，这都与救世主王才有极深渊源。救世主在2011年兔年成立药师佛居士林道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唯有如此，才能让众神师出有名，而得名正言顺的参战。至于参加什么战役呢？就是一场场攸关新旧交替的宇宙大战。而药师佛居士林在这当中担纲着什么角色？担纲救世主人间事务所的角色。刘伯温有一段预言，这段预言是这样的：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供官员，不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将在寒门草堂内，燕南照北把金散。药师佛居士林也就是刘伯温预言中的草堂。想来也妙，刘伯温用了草堂这个词，一方面说明未来教主降于民间居所，一方面中药以草为本，草又隐隐带出药师佛之药字。救世主王在创立药师佛居士林时，他的确已到药师佛街，运筹帷幄草堂中。在此因缘际会之下，药师佛居士林成为救世主在人间处理事务的处所。这等于是后由药师佛居士林道场这个帷幄草堂，救世主王在发挥自身法力及累世智慧，连同层层重光的神尊，共同创造功德量，再以这股功德量缔造奇迹。譬如曾在地球一度闪现的9维弥勒净土，度过2012世界末日。2020年12月21日，地球扬升至5维，其中所需的功德量基本上都来自药师佛居士林道场。一般人听到这话，可能觉得这话过于狂妄，然而这的确是新地球大事记里的实情。救世主对此表示，狂妄，若是曾参战过的神，都知我所言真实不虚。这些真的是真实不虚，所以这个药师佛居士林之所以殊胜无比，正因为他担纲的角色极为特殊。不光是新地球渡劫与他有关，甚至于全宇宙3大天的神权渡劫都与药师佛居士林相当有关，因为他是救世主王在的人间事务所，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新宇宙神权留给药师佛居士林的超级 VIP 待遇，这不用羡慕，更不用嫉妒恨，因为你们未曾受过人家受的苦，所以纵然有其他地方听到这些事儿之后也取成同样名字，但那些地方未取得新宇宙神权的认证，照样是请不动神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好，我们已经谈到功德量，药师佛居士道场创造功德量，
甚至救世主为新地球神尊铺路，也创造了新地球黄金千年的功德量。那么等一下就会提到今天的第二个重点，能量。在此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新地球黄金千年功德量被分为20等份这件事儿。为什么被分为20等份呢？这是信宇宙神权为了避免黄金千年的功德量被地球人快速败光而制定的因应措施。黄金千年的功德量被均分为20等份之后，也就是每个份额50年，而50年正是新地球里一任轮值佛的任期。在先前的节目《黄金千年之集》以及信宇宙神权 Life Report 的第13集，我们都曾提及黄金千年的来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回顾一下哦。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能量。新地球能量中心。在新地球的黄金千年里，药师佛居士林是新地球的能量中心。至于黄金千年的能量由何而来，救世主旺财向地球人揭示，这是由第三宇宙支配太阳系距离地球最近的能量场灌注地球能量。这股能量传送至地球后，率先抵达药师佛居士林道场，再由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扩散到全球各地，而此能量将造福新地球为期1000年。这就是药师佛居士林成为新地球能量中心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股来自宇宙能量场的能量，先来到药师佛居士林道场，然后才由这个道场扩散至全球，所以才说，对于新地球而言，药师佛居士林是一个能量中心点。至于原因，前面已经和您们分享过了，只是由于救世主旺财的缘故，救世主创造药师佛居士林道场，又借由道场创造功德量，为新地球先缔造了一定程度的功德量，所以才有第三宇宙的中央支配距离地球最近的宇宙能量场灌输地球能量这件事儿。有多少功德量，宇宙就配额给多少能量。所以一个星球要扬升，功德量与能量都是必要条件。功德量达到扬升额度，能量场跟上，这个星球就扬升。功德量是因，能量是果，付出是因，收获是果。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宇宙间不离因果法则，也不离一次次方寸之间的选择。是善是恶，是种下好运或造下恶业，全在一次次自由意志、心念与行动的选择。所以功德量与能量又与心念和行动息息相关。成为殊胜的应许之地。救世主旺在2023年12月5日向地球人揭示，2023年11月26日凌晨5点45分讯息，药师佛居士林道场在地球有专属空间，不随地表的建筑物起伏。新宇宙神权为地球的神权铺好路，神权有主导权，这真是莫大的殊荣。就全宇宙而言，没有道场有此荣耀。我帮地球的神权到12日，第6关过了。黑兔走入青龙穴，黑兔指2023年，青龙穴指甲辰日。2023年甲辰日2月15日、4月16日、6月15日、8月14日、10月13日、12月12日，第6关走完。欲尽不尽不可说，指中共的处境，唯有外边根树上，指台湾。30年中子孙节，指台湾自由民主到2023年已30年。1000多年前推背图对现在2023年的精准预言。神权的末节已过，人间的一切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忍受着大量的法术，我已经身心俱疲。若是地球人自己不做好，神尊自己不做好，却妄想获得好运，这真是天大的妄想。文明的接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扎实的累世修为，任何角色都经历过。修行领域每一世都和人众生广结善缘，当很多人很多神愿意和你成为团队，才有机会缔造更大的功绩。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转世了，在神权我非常好，所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人能享有幸福的人生。付出在对的人身上，所引发的共鸣，所缔造的功绩，克服了过程中所有的困难，并肩作战，同甘共苦。这是所有过程中曾助战的神尊共同的轨迹。神权有3大皇宫，修行领域要能走任意门的神尊才有能力造访。宇宙我们神权永恒存有，永恒运行。任何一个相遇，往好的做，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结局。我很高兴地说，此生无憾。希望你的人生也是用真行。
以上是救世主的开示，里头有许多值得人们省思的地方，在此简单分享几个重点，其他请各位朋友自行理解消化。重点一，救世主帮助地球神权走过第6关，即代表地球神权得以顺利进入2024年。所以为什么人们有时看不懂预言？因为有些预言的内容还涉及神权，而不单只是对地球人进行预言。重点二，要是否确认道场在地球有专属空间，不随地表的建筑物起伏，这点是极为殊胜的殊荣。救世主告知我们，就全宇宙而言，没有道场有此荣耀。论其原因，与救世主于2018年帮助全宇宙3大天的神权渡劫成功有关。用地球人的语言来说，大概就是宇宙间超顶级的 VIP。重点三，地球要美好，人生要幸福，那么大家就往好的做吧，一切都在于选择。感恩救世主的开示，感恩信众神权，感恩一切守护过地球的神尊。救世主王才对于地球真的可谓是大慈大悲，仁至义尽的。救世主为此受的苦是地球人难以想象的。其实他有权选择不用承受这些苦难。在神权，他统领3大宇宙，在神权的皇宫里境遇好得很，何须在地球受这般苦？而我们都很习惯看到人家的亮丽风光，都不怎么去体会人家经历的苦楚，说什么羡慕、嫉妒、恨。若是先让我们受同样的苦，再给我们同样的风光，请问我们会愿意吗？我们未必能承担下的。所以，请由衷珍惜救世主和信主神权为我们拼来的全新机运，种种美好真的不是理所当然。而不论是地球的人或是地球的神，如果想要有好运，如果想要有美好的未来，真的自身也是要往好的做，总不能老把责任推给别人。救世主已经为我们地球人承受太多，但愿我们地球人懂得感恩，懂得珍惜，也能懂得好运的泉源，把人做好。对于这个幸免于难的地球，我们地球人自己也要懂得守护。最后，执行想祝福大家此生无憾。执行周二的2023年12月6日责任报道。